替阮相竹雷影嫁给陆从文的定人，所有人都羡慕享尽荣华富贵，却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假象而已。阮望舒，真般配。什么意思望舒，杀人了！望舒，快走，快走！杀人了！要不是你跟我换婚，我怎么会嫁给思琛那个短命鬼？现在又被思家逐出家门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人生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总裁夫人的位置，备受宠爱的妻子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是你夺走这一切！没事吧，望舒？望舒，望舒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思琛，你终于来接我。阮望舒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陆从文先生，从此携手共度，白头偕老？我这是重生了。重生到嫁给陆从文的当天。阮望舒，嫁给陆从文，不是你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吗？怎么后悔了？望舒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我不嫁！他也重生了，他也重生了。相竹，你嫁给思琛，望舒嫁给从文，这事儿整个邺城的人都知道。你这现在闹的是哪一出？我后悔了还不行吗？阮大小姐，你也后悔了？姐姐和思琛本来就有婚约，我怎么好破坏他们的姻缘？从文啊，相竹说的也有道理，这婚事啊，咱们就按之前说好的来。爸，你娶了相竹，望舒啊嫁给思琛。什么？这么临时的换婚啊？是啊，这样行吗？不合适吧？不行，我要他亲口答应我。他不会同意的。同意，他一定同意的。阮望舒，你是选那个陆家大少爷，还是选我这个你嫌恶万分的私生子？思琛，我当然选。不重要，不论你选谁，我都会带你走。阮望舒，思琛不仅短命，还是个性冷淡。上辈子我费尽手段，也没能讨得他半点欢喜。我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也该轮到你了。从文，我终于要嫁给你了，你开心不开心？我喜欢的人只有望舒，我这辈子只会娶她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？别挣扎了，你跑不掉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干什么？
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这里是我们的婚房。你先放开我。你就这么着急嫁给陆从文，去当你的少奶奶？也是，我比不上陆从文，我没他会讨人开心，也没他光鲜亮丽，更带不给你荣华富贵，你当然更喜欢他了。我没有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已经跟陆从文完婚了，他们已经在颠鸾倒凤了吧？而你就只能和我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绑在一块儿。荣王叔，是你先招惹我的，这辈子都别想逃掉。思辰，你一个私生子，我妹妹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。至于我，当然是更想当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了。荣王叔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够了！一个私生子，一个陆家嫡长子，傻子都知道应该怎么选。阮王叔，阮王叔，你忘了，是你教我姐各种绳子绑法的。那我还真是教出了个好徒弟。去嫁给陆氏总裁，做你的总裁夫人。思辰，今天是我们洞房花烛夜，你这样绑着我都没意思啊。阮王叔，你又想跟我耍什么花招？如果我说我想嫁的一直都是你呢，你信吗？骗子的嘴是不是天生就会说谎啊？现在呢？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掉了。这个王八蛋，不用绳子改用手铐了。钥匙我丢了，怎么，睡完就想跑啊？我没想跑，我真没骗你，我一直都想嫁给你。陆从文那只是骗子，花言巧语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我？昨天晚上还不够吗？不够，我要一直把你锁在我的身边，让你永远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好，行，可以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好难受，昨天晚上把我弄疼了，你到底会不会？昨天那是我第一次，这多几次不就好了吗？熟能生巧啊。没想到这个家伙脾气坏成这样，亲人还挺纯情的。那我现在浑身都疼，我还想洗澡。
真有这么疼？来人，少夫人昨晚辛苦了，给她炖2碗燕窝补补。是的，大少爷。再找个按摩师，要女的。按摩师都要女的，真是小心眼。哎呦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一直靠着我。你要是敢迈出这个房间半步，信不信我把你的腿打断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是真心诚意想嫁给你。你就算要打断我的腿，我也不会后悔不嫁给陆从文。骗子！哎，阮望舒，抓紧回来亲口告诉陆从文，说你不想嫁给他。阮相竹，你要嫁给思琛，我让了你一次；你要嫁给陆从文，我又让了你一次。难道我的退让还不够吗？你少给我得寸进尺！装什么装？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不回来想办法让陆从文死心，我就毁掉你妈妈的遗物。别忘了，那可是你妈妈唯一留给你的东西。男人真往上囚禁这套了。快来人！少夫人翻窗逃跑了！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思琛就是个活阎王，望舒怎么会心甘情愿嫁给他？是不是你们俩逼他了？不是的。谁说我是被逼的？谁说我是被逼的？望舒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他对你动手了？他怎么舍得打我？可你手上的印子，昨天是我们新婚之夜，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陆少不会不明白吧？你胡说！思琛就是个变态，他一定动手打你了。望舒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跟他离婚，跟我结婚吧，只有我能给你幸福啊！敢！你要是敢和陆从文结婚，我就把他毁了！你还我！只要你把他给我，我答应你，这辈子和陆从文都再也没有瓜葛。原来这就是你嫁给我的原因。思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来，又怎么会知道你又骗了我？我不来，又怎么会知道你又骗了我？不是这样的，思琛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够了！望舒想嫁的人一直都是我，要不是阮相竹用他母亲的遗物逼她，她才不会嫁给你呢。思琛，你不过就是一个私生子，你根本给不了望舒幸福。啊，阮望舒，既然如此，我……陆从文，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我从头到尾喜欢的都只有思琛。
陆少，这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。王叔和思琛少爷确实情投意合。你看，你和向竹的婚事……是啊，陆少，这婚姻大事总不能强人所难吧？再说了，阮陆两家的联姻更不能作废，最多，我们阮氏再多给向竹10%的股份作为陪嫁。从文哥哥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那好吧，既然望叔是心甘情愿的，那我1周后就跟向竹重新举办婚礼。你还我！阮王叔，这一切可都是你自己选的。找人把思琛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给我处理了，敢跟我抢人，我让他不得好死。是。思琛，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阮王叔，你骗我，你又骗我，你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，是被阮香珠威胁了，你根本就是在玩弄我。我没有骗你，就算阮相竹不用那条项链威胁我，我也不会嫁给陆从文的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真的？真的。一开始是阮相竹用那条项链威胁我，要我代替他嫁给陆从文，就算他在婚礼上没有反悔，我也会拉着你逃婚的。我根本就不喜欢陆从文，我从头到尾都只喜欢你，思琛。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了？再说一次。什么？说你喜欢我。我喜欢你。说你爱我。我爱你。说你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。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你的。但是我不相信你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。思琛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拖走。思琛。少爷，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，你这样做，望舒小姐也很担心的呀。她会担心我，她巴不得我死。少夫人，先委屈你在里面待一晚上，说不定等明天少爷气就消了。不行，你把思琛叫过来，我自己跟他说。少爷他出去飙车了，没办法过来。飙车？下雨天飙车会出事儿的，你给我放我出去！你要是再不打开，我就撞死在里面！夫人！思琛，可算让我逮着你了。哪来的人呢？也敢冲我叫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等会儿我打断你的手脚，割了你的肾，看你还怎么装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
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要骗我吗？敢坏我的好事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不要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跑啊！少夫人，少爷吩咐让您去趟地下室，他在那里等你。地下室？难道？思琛，是你吗？过来。如果我说这些都是为陆从文准备的呢？我醒来后就一直在想，这个仇我该怎么报？我是用这把刀把他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划下来，还是把他像狗一样关在这里？怎么，心疼了？我说了，不喜欢的。那就证明给我看，带上来。陆从文，王叔，救救我！谁让你叫他名字了？废了他，我就信你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你把他废了，他可就继承不了陆氏集团了。到时候就算是你嫁给他，你也只能跟他喝西北风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他。王叔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你要饶了我，我给你公司1半的股份，2/3，我给你全部的还不行吗？我根本就不稀罕，我在乎的只是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伤害思琛。还是我来吧。陆从文，我改变想法了，我要让你提心吊胆的活着，把他丢到陆氏门口，我都要看看一个残废怎么继承陆氏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你就算杀了我，她也不会嫁给你。怎么，心疼他了？思琛，上辈子我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没有坚定的选择你。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陆从文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来商量婚事的吗？怎么联系不到人啊？
陆从文，快来人！快来人！医生，从文的腿到底怎么样了？不是我不治啊，只是陆总的腿筋骨寸断，就连腿神经也严重受损，神仙难救啊。那不就是残废啊？这怎么可能？陆从文怎么可能是废人？他明明是陆家家主，趁着和陆家的婚约还没定下来，现在退婚还来得及。门都没有！我告诉你，阮相竹，我就算我这只腿瘸了，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嫁给我。怎么，觉得我这只腿瘸了，没有办法继承陆家的家主了是吗？是要怎么样？我总不能守着一个摊子过一辈子吧？当初可是你哭着叫我选你的，怎么，你想退婚是吗？你想得美！我警告你，阮相竹，你要是敢退婚，我现在就掐死你！放手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现在就对外宣布，3天之后我们举办婚礼。要是这段时间你们敢捣乱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也变成残废，听见没有？滚！重来一世，我的人生绝不能毁在一个残废身上。对不起啊，司总，计划还是失败了。废物，跟你派了这么多人手，就让他毫发无损的跑了。因为这次计划，我的腿也……不要找借口。下个礼拜，让他来参加你的婚礼，你要彻底的毁掉他，听到没有？原来陆从文一定要结这个婚，是为了毁掉思琛。阮望舒，如果变成寡妇可以让你痛苦的话，我不介意在你的痛苦上层层加码。这个婚，我结了。陆从文腿都断了，阮相竹怎么可能甘心嫁给他？这不是摆明了有问题？你回来了。藏什么呢？我没藏什么，你看错了。拿出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相信我？你不信我，我就气到你信我为止。我信你。她就是上次当众换婚的阮家大小姐。这就叫风水轮流转。谁能想到陆从文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残废？要不说还是大小姐运气好，嫁个私生子总比嫁个废人好吧？得意吧，笑吧，阮望舒，很快你就要笑不出来了。姐姐，小心！妹妹推轮椅的技术和你的眼光一样，需要好好再练练。姐姐，你现在得意，还能得意多久呢？思琛怎么没来？今天是我跟向卓的大喜日子，她作为你的丈夫，按理不应该缺席吧？她临时有紧急的项目要处理，走不开。思琛不来，那我的毒酒岂不是白准备了？看来还得等下次。下去吧。一会儿记得把这2杯酒端到我面前。记住，有细微缺口的这杯别下肚，另外一杯下肚。到时候我会拿有细微缺口的那杯，另外那杯递给思琛。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先下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姐姐，
思琛没来，那这杯酒就你替他喝了吧，就当庆祝我新婚快乐了。那我们一起喝一个吧。Cheers。 Cheers。 喝吧，过了今天，你再也喝不了酒。耶了！聪文，不应该啊，死的不是你啊！你说的没错，陆从文果然要对思琛先生下手。按他说的准备，但把毒下在有缺口的杯子里，记住，动作要隐蔽，别留下痕迹。快走！别走了！快走！总算是结束了，陆从文，一路走好。你杀了他，阮望舒！你杀了陆从文，你这个杀人犯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啊！是你让他喝下了这杯毒酒。什么？那是杯毒酒啊！可是那杯酒是你递给他的，要说杀人犯，应该是你才对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你，就是你害死了他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他，阮望舒害死人了，他杀死了陆从文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，快啊！跟我没关系，死者是毒发身亡，我从头到尾没有给过他任何食物，我怎么害他？就是他害的，是他让我丈夫喝下了那杯毒酒，那杯酒本来是他的，是他偷偷换了酒杯。阮相主，说话要讲证据，酒杯是你自己给他的，我从来没有碰过，怎么可能是我给他下的毒呢？我递过去的是没有毒的，是你偷偷换了杯子，你这个贱人，就是想杀死从文。刚现场这么多宾客都看见了，我和陆从文碰杯喝酒的时候没有过任何肢体接触，我怎么调换酒杯？反倒是他从一开始就异常的在意那个酒杯，现在还这么着急想栽赃给我，该怀疑的人是他。刚才有人看到这位阮望舒小姐接触过死者的杯子吗？是没有。没有呀，刚才只有新娘一个人拿了酒杯递给她丈夫的。她姐姐全程在桌子边上，全程没有碰过酒杯啊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杀人犯，早就想杀从文了。这里是陆府婚礼现场，有人疑似中毒身亡，立刻联系警方和急救中心。别报警，抓他呀！阮望舒，你以为除掉我和陆从文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？我告诉你，想杀死思琛的是司明宇，他上辈子就是被司明宇杀死的，你个蠢货！我等着看你的下场。你先过好你自己吧。看来重活一次，他倒是比我多知道一些事情。不过司明宇这又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要害思琛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查清楚。真好，上辈子那恶心的命运总算是改变了。阮望舒，你怎么来了？可以来接我的。接你？我是来杀你的。停车！停车！
你吓死我了，你个王八蛋！阮王叔，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，才让你这么放肆？这就怕了，你一个人去大闹婚礼现场喝毒酒的时候，怎么不怕呢？我告诉你，阮王叔，你……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我只是怕陆从文对你不利。再说了，我不是没事吗？我怎么就看上了你这么没心没肺的女人？本台消息，陆氏集团总裁陆从文于自己的婚礼上被毒杀，警方经现场勘查及调查取证后，于今日凌晨正式逮捕嫌疑人阮相竹。没用的废物！怎么，你弟弟的竞争对手死了，你就这么不高兴啊？爸，你的咳嗽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医生不是说快好了吗？先生这几日总说胸口发闷，夜里也睡不安稳。我劝了好几次去医院，先生一直记挂着公司的事。别小题大做，等你去黎城把小陈接回来，我就去私人医院住几天，顺便做个全面检查，以免你们总是惦记我。爸，那我让助理安排特护病房，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。不要搞那些虚的，只要你把思琛平安带回来就行。你弟弟一个人在外面单打独斗，难免有些不长眼的人冒犯到他的头上，我也不能总是对他不管不顾吧。这样，你去一趟，把他接回来。不行，爸，这思琛的身份到底也见不得过，这贸然把他接回来的话，这个家到底是你们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我司锦臣想让自己的儿子回家，难道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吗？现在去黎城，你亲自去。是。切就切，等他回了京城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死。王八蛋，还真生气了。你不上我的床，我去上你的。哎呀，好痛！少夫人，没事吧？伤到哪了？严不严重？行，跟我玩冷战是吗？哎呦，腿好痛啊，好像要骨折了。这怎么行？你先别动，我现在就去叫医生。不用了，骨头断了还去医院干嘛？直接剁了吧。少爷，我告诉你，思琛，我什么都没做错。你要是敢冷暴力我，我就就什么？离婚。你最好收回你刚才那句话。哎呀，我开玩笑的嘛，谁让你不理我？思琛，你要是再冷暴力我，我就亲死你，总行了吧？不知死活！哎呀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瞒你了，再也不背着你干危险的事了。那你要是再骗我，我就让我的腿真的断。嘘，思琛呀，思琛，看来你的婚后生活还挺幸福的呀。看来你的婚后生活还挺幸福的呀。还挺好吃的，一个私生子，生活过得这么舒坦，
真是老天不公啊！你还活着，我觉得老天爷也挺不开眼的了。少跟我废话！老爷子说过了，让我把你带回京家，私家的族谱上会有你的名字。我说了，我跟京城私家没有一点关系，别再来烦我。原来思琛竟然是京城私家的人，上辈子直到他死都没有被认回去，为什么这辈子突然？站住！思琛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嘴这么臭，要不要我用马桶刷给你洗洗啊？我看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你倒是娶了一个好老婆呀，不过你可别忘了，父亲的手段对你来说的话会顾忌2分，但对他那可未必。京城私家，司明宇，这一巴掌我记住了。走。阮王叔，你以为除掉我和陆从文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？我告诉你，想杀死思琛的是司明宇，他上辈子就是被司明宇杀死的。你个蠢货，我等着看你的下场。他就是司明宇，原来想害死思琛的人，竟然是京城私家的人。没事儿，他威胁不到我。再有下次，我一定杀了他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直想害死你的人，就是京城私家的人？少爷、少夫人都查到了。果然是这样。陆从文的账单流水，每段时间就会有个京城账户往他的账户里转账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和你出意外的时间都差不多。正常，私家想让我死的人太多了。你要不回去吧？这怎么行？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司明宇干的，少爷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倒是想看看，是谁这么处心积虑想让我死。可是，这也太危险了。私家的人已经找上门了，如果他们想让我死，我一直躲着也没用。哎，这个老爷子也真是的，明明对你不闻不问这么多年，怎么突然就让你认祖归宗了？说不定这事儿就是因为想让你认祖归宗引起的呢。跟我一起回私家，害不害怕？不怕，跟你一起就不怕。反正我赖定你了，你休想甩掉我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有件事要处理一下。望叔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家里公司资金断了，还欠着银行300多万，这房子也要被收走了。你拿点钱帮家里周转周转呗。是啊，王叔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。阿琛，你上楼帮我拿下东西。有事喊我。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你这孩子是不是还记着仇呢？哎呀，爸给你道歉行不行啊？王叔，家里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你就帮帮我们吧啊！而且你还住这里吃这里，你现在报答难道不应该吗？住这里吃这里，我从15岁开始自己打零工赚钱，我要过家里1分钱吗？我要怎么报答你们？王叔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先把钱给家里，以后我们肯定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我去年急性阑尾炎住院，给你们打了20多个电话，你们接过1个吗？最后还是邻居把我送去的医院。你们要怎么补偿我？王叔，我求你了，你要是不帮我们真的就要睡大街了。哎呀，王叔呀，现在家里是真难呀，公司资金断了，银行还催着我们还300万的贷款。你现在日子过好了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呀。王叔，我们好歹也养了你10几年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去睡街呀。是。养了这几天，100万应该够了吧？你们现在谁把对他的亏欠说清楚、说深刻，这钱我就给谁。他，望叔小时候感冒发烧，他宁愿打麻将都不送到医院去，还说丫头片子抗揍。还有你上大学要学费也是他拦着不让给的，他说你迟早都是嫁出去的，白花冤枉钱。就是他
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赌钱输了没有钱给，还说王叔不如小猪懂事，这件事你都忘了吗你？你给我松开你！别给我扯这些！松开，听见没有？口咬口的戏码看得真让人恶心。就你们这点诚意，连给望叔赔罪都不够，还想要钱呢？你敢耍我们，思琛！别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！忘了告诉你们，你们欠的那300万，我已经让律师查清了，连本带息，够你们坐半年的牢了。至于这套房子，下周就会拍卖，你们还是赶紧找栖身的地方，否则连狗洞都抢不到。东西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对了，你们谁要是敢惹他麻烦，就不是抢狗洞这么简单了。我们真就这么回去，不用带什么礼物吗？不用，私家老宅的人既不缺礼物，更不会真心收我的东西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都不要听。知道了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夫人，大小姐，二小姐、二少爷到了。管家，我们私家老宅的门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了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的进来吗？夫人，这是总裁的意思，特意吩咐二少爷和阮小姐过来一块用餐。是。爸真是老糊涂了，一个在外野了20多年的私生子，骨子里流的血都是脏的，也配登堂入室？还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我们私家可没有收留乞丐的规矩。你看他那穷酸样，不会手脚还不干净吧？四夫人这么不满意，到底是对我们不满意，还是对老爷子不满意？毕竟让思琛回来是老爷子的决定。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掺和我们私家的事情？跟着私生子，不会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他进得了这个门，他也永远低人一等。你妈当年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儿，破坏别人家庭。你现在跟着她的老路，带着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是想让她学着你妈，也缠着男人来私家拉好处，抢地位吗？你疯了！我的贤良款，你赔我裙子！唉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，没拿紧。不过你们私家不也就像这桌菜一样，看着好好的，里面都烂透了。不过你们私家不也就像这桌菜一样，看着好好的，里面都烂透了。好了妈，不要生气了，坐。弟妹的脾气可真不小啊，这么多菜，一下子就咸了。什么手滑？我看她就是故意的。你个没教养的疯女人！人呢？赶紧过来收拾一下，愣着干嘛？啊！下次要是嘴上再没把门的，掀的就不只是桌子了。你还敢威胁我们？好了，瑶瑶，坐下来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这么吵吧？思琛，
你刚回到家里边，就跟家人吵得不可开交，这不太好吧？大哥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，那刚才他们侮辱我母亲和我妻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呢？我妈和小妹性子急，心里藏不住事儿，说话呢欠缺考虑了。思琛，爸总是念叨你，特地叮嘱我多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。这思家未来的担子呀，终究要落在咱俩的肩上了。不劳费心了，我的路我自己会走。你这话说的，长兄如父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更何况这是爸的意思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跟外人一般见识。思琛，思琛，怎么了？我梦见我和我妈妈东躲西藏的那段日子。哎呀，别翻了啊！哎呀，别找了，别翻了！说仔细点啊！藏哪儿了？这是？那边有没有？去看看。过去了，思琛。从今以后，有我陪着你，没人能伤害你。
阮小姐，老爷让我给二少爷送一份文件过来，当二少爷不在家，麻烦您帮他收一下好吗？大少爷，司锦城为什么要转股份给思辰？股份转让协议。思辰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你现在是谁的老婆？你放开我！你把东西还我！你为什么要撕毁合同？你是怕司总真的转让了60%的股权给思琛，断了你继承思夏的念想，还是说你根本不把司总的决定放在眼里？我什么时候撕毁文件了？你看到了？不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滚！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两个了，一个流落在外的野种敢跟我抢股份。司总看得明白，公司交到你手里，迟早完蛋。你找死！司总既然敢转60%的股权给思琛，就一定留有后手。只要思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就没了继承人，到时候思氏只能交到我手里，这张协议只能是一个破纸而已。是你想害死他？是又怎么样？谁让他挡了我的路，他只能死。喂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好了，先生在工地被掉落的钢筋砸伤了，现在人在市中心医院抢救，你快过来吧。看来老天都站在我这边，跟我抢继承权的人只能死。让开！抱歉，女士 ，VIP 病房有规定，没有规定人员许可，所有人禁止入内。什么许可？谁的许可？我是他最亲近的人，我进他的病房不需要任何人许可。女士，请您配合，这都是上面的命令，我们也是按照规定行事。上面是谁？是我呀。这 VIP 病区的准入权限现在在我手里。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女人？是不是看他出了事儿，想趁机来攀关系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说我是野女人。你这权限到底是思琛给你的，还是你自己偷偷摸摸去弄的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打探我们的事情？凭我是他的合法妻子，他的病房没有人可以拦我。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野女人，也敢在我的面前冒充我？你真是不要命了！你是他未婚妻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没听说过很奇怪吗？我和思琛的事本来就没有必要向全世界都宣布。是没有公布，还是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？不会是你受了人指使，要对病房里的人做什么吧？你敢在这血口喷人？等思琛醒了，我第一个让他撕烂你的嘴。这个女人在这胡搅蛮缠，惊扰了里面的人休息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立刻给我把她扔出去！给我住手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的人？司总，我们以为林小姐是您的未婚妻，是她让我们……我压根儿都不认识她。你哪门子的未婚妻？我没天理呀！大家都快来看看，思家二少爷思琛，我跟他1年多，真心实意的对他，他现在为了摆脱我，竟然出轨别的女人！
哎呦，那边，快，走。这位小姐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您真的出轨了吗？大家都不要相信他，他说的话漏洞百出，根本就经不起推敲。我们3个月之前才来京市，你说你和他交往是在哪个城市交往？他经常会来京市看我，给我送名牌包、珠宝，这些都是证据。思琛近期的消费我都有记录，你能讲出具体，我们好好核实一下。他送的太多了，我哪能记得？是根本就没有证据，想诬陷他吧？你凭什么说我污蔑他？难道你就有证据证明他绝对没出轨吗？思琛，思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还有什么脸留在思家？赶紧给我滚！你根本就不配姓思。连思家的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在镜头面前捏造事实、诽谤他人，就不是道歉这么简单了，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你少吓唬我！我这里有你一笔50万的转账记录，来自思明宇助理旗下的空壳公司，需要我大声念出来这笔转账的用途吗？如果你现在肯把事实说出来，我们可以酌情减轻对你的指控，不然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是思明宇让我来的，他说让我污蔑你出轨，把事情闹大，让你失去继承权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帮他做事的人是谁？他说他手下的张经理会帮我打点，让我不用担心被拆穿。张经理还跟我提过，说他最近在帮思明宇处理一笔大款，说以后能让思明宇高枕无忧。这笔大款是不是这个张经理利用职务之便挪走公司千万公款？你现在涉嫌诽谤，说他人指使恶意抹黑，还牵出了千万公款的线索，等着接受警方的调查吧。司夫人，您是集团监察委员会的成员，对旗下经理挪用千万公款一事是否早已知情？您是监管失职，还是有意包庇？还是说你早就知道和司总在一起同流合污，刻意包庇？这些都是片面之词，是有人处心积虑伪造证据，想要搅乱思家。这是我们思家自己的事情，请各位离开，我们思家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不必请记者离开了。思氏集团董事会已接到实名举报，并完成初步核查，张经理利用职权系统性挪用集团巨额公款一事，证据确凿。这是思琛伪造的假证据，想要污蔑明宇，抢夺继承权。审计报告显示，张经理的每一笔挪用公款，最终均流向了思明宇私人控制的公司。现在公司董事会一致决定，即日起解除思明宇总经理的职务，并冻结其在公司的所有权限。思琛先生，经全体董事投票，决定再由你接管思明宇的职务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我哥才是正统的继承人，你们怎么能把公司交给一个私生子呢？公司不是你们几个说了就算的，我老公还在，你们凭什么越过他做决定？我们过来之前，董事长的意识已经恢复了。你要是有异议，那正好，我们一同过去，当面听取董事长的最终意见。你们干什么？走。刚才有没有吓到你？最近怎么了？半夜总是睡醒翻来覆去的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不论是思明宇的事，还是其他事，我都可以帮你解决。没有，我就是……司先生，司老先生指明要立刻见你。哎呀，老公，我们刚从董事会回来，那些老董事都被思琛给哄住了。他趁着你病重，到处搅事儿，把我们思家的脸面放在地上踩。爸，你一定要替妈和大哥做主啊！
明宇的事，我已经让管家查清楚了。明宇那个手下张经理，确实挪用了近千万公款炒股，证据确凿。但是明宇他也是被张经理蒙骗了。张经理已经全部认罪，也算是给了各方一个交代。对了，林薇薇污蔑你那个事，也是张经理一手策划的。这些呀，都跟明宇无关。您意思是说，司明宇作为总经理，他手下的亲信挪用了千万公款，却毫不知情？唉，明宇确实监管不力，难辞其咎，所以我已经撤销了他总经理的职位，让他闭门思过。你作为弟弟，应该学会原谅他。你爸都这么说了，你就放过明宇吧，都是一家人，非要你死我活吗？我知道你和你母亲在外不容易，过去我亏欠你们的，一辈子也还不清。思辰，如果你点点头，司氏集团的未来我就交给你。爸，你疯了呀！他一个私生子，凭什么掌管私家呀？这是董事会和我的决定，你不要插嘴。是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离开这个女人，现在马上。你凭什么逼我们分手？你应该有自知之明，思辰要接管的是市值千亿的司氏集团，他的妻子一定是能为他串联顶级人脉、平衡各方势力的世家千金，绝对不是你这种对他毫无助力的人。我找什么样的女人，跟你没关系。对了，我已经为思辰敲定了联姻对象，就是林氏集团的千金。这门婚事要是能成啊，能给咱们司家带来100亿的合作，你的事业也能够一步登天，你应该感到高兴。可他能给你带来什么？他能给我带来什么，我不在乎。你靠联姻的方式登上了董事长的位置，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要走你的老路。如果你非要护着他，那就别怪我公事公办。九龙商城的批文是以继承者候选的身份申请的，你现在拒绝联姻，董事会立刻就能收回授权，并且终止和你公司的所有合作。你合作的时候可什么都没说。你拿项目威胁我，是吗？哎呀，思辰，我再给你3个月时间，要么你和这个女人一刀两断，稳坐继承人的位置，要么带着你的小公司和这个女人远离思家的圈子。没有了思氏的人脉，我就不相信你的那点小产业还能够撑几天。你尽管试试。思辰，您现在什么情况？司锦城联系了咱们几个熟悉的供货商，用双倍预付款的价格，让他们全部停止给咱们供货。那运营商都同意了？对，而且他还把咱们之前预付的货款全都退了回来，说怕后续有纠纷。那怎么办？运营商要是不供货的话，之前签的客户订单都要违约，光违约金就要上100万。别担心，我会解决的。我又给你惹麻烦了，要不是我的话，司锦城也不会这么逼你。和你没关系，别后悔，也别离开我。你就待在我能摸到的地方，其他事情交给我就好。可是你怎么解决？他摆明了要把你所有的后路都断了。明月湾码头项目市值5亿，拿下它，不仅能补上公司的现金流，还能让我们公司彻底在京市站稳脚跟。这么大项目，那司明宇那边一定也盯着这块肥肉呢，太冒险了。陈谨言，陈谨言，哎，陆总，敬你一个。哎，
听说了吗？陈谨言那个明月湾码头，他说停就停了。哎呦，5个亿的大盘子呀，就为了他妈那点病，值得吗？我听说他妈那个病可是个无底洞，把他这么多年攒的老本全填进去了，最后人也没留住。那个陈谨言就是个死脑筋，当初他要是把项目乖乖让给我，我还能给他点医药费。现在好了，项目黄了，妈也没了，听说一夜之间连头发都白了。唉，说起来也可惜，明月湾码头口碑好得很，现在这么一折腾，怕是再也翻不了身了。怎么？你认识他？哦，不算认识，就是听说过，感觉他比八卦小报上写的那些听起来要靠谱。一个陌生男人，你这么上心？不是，就是之前听说他为了救自己病重的母亲，放弃了上亿的项目。能够在名利场上把家人放第一位的人，一定比较重情义。你是从陆从文那儿，还是你在阮家的时候就跟他有牵扯？不是，就是很久之前偶然听说的。让我说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一个中年男人的陈年旧事你记这么久，他难道比我还好？思辰，你讲不讲道理？我让你这么没有安全感吗？这种陈年老醋你都吃？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怕失去你。任何一个男人接近你，我都觉得他们是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他们抢不走我的，因为我只喜欢你。我只是单纯想从知道的情况帮你拿到这个项目。不行，我会亲自拿到这个项目，你只需要待在我身边就好了。你这么霸道。陈谨然这个人在工作上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。去年科技园项目多少人头破血流，你去找他也没用的。你就这么不想我去见他？对，只要有人想跟你说话，我就想把你锁起来。锁起来？对，锁在别墅里，只有我能看见你，只要我能碰到你，任王叔，你只能是我的。那我答应你，我们一起去，全程都在你看得到的地方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好。两位请留步，陈总监有交代，招标会正式开始前至结束期间，不私下会见任何竞标方代表。不是的，我们并非是。我们只是有几个项目技术参数的具体问题，想跟陈总当面确认一下。这应该不算是破坏规矩啊。抱歉，陈总监说了，所有技术问题都以招标文件为准。如果有疑问，可以发官方邮箱，他会安排团队统一回复。您二位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还请不要在门口逗留，影响其他工作人员正常办公。哟，这不是思琛吗？啊，九龙商城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完，刺金流就补上了，赶凑东城项目的热闹了。哎，阮小姐还在啊？怎么，你是过来帮思琛跟陈总监求情的呀？可惜啊，陈总监最讨厌歪门邪道的人。我公司的事儿啊，还轮不着你来操心。倒是你，仗着司锦城的资源抢了九龙商城，现在又盯上成都，怎么？你这么怕被我比下去啊？我劝你早点认清现实，主动退出，免得最后血本无归，连累身边的人一起喝西北风。我是思氏集团的代表，我跟陈总监约好了。我是思氏集团的代表，我跟陈总监约好了。司总，抱歉，陈总监说了，招标会正式开始前至结束期间，不私下会见任何竞标方代表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啊，我是思氏集团继承人，我爸司锦城跟陈总监是旧相识，你一个助理敢这么跟我说话啊？您若与总监私交甚笃，可以直接联系他，我只是按规矩办事。你一个小小的助理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知道我们思氏集团给你们陈氏集团多少资源吗？你信不信我一句话
断了你们所有合作，任你和西北风去。如果您继续扰乱工作秩序，那我只能叫安保协助处理了。哎，你敢！司总，别冲动，这里是陈氏公司，闹大了对您没好处。没好处？我现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言。哼，肯定是你们。思琛，你作为私生子来这里搅局不够，还带这个女人来捣乱。好呀，我就算把这个项目给毁了，也不会让你们得到的。司总，我们先回去从长计议。司总，你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放开我！见不到陈景言的话，我还怎么告诉他母亲生病的事情呢？别唉声叹气的，就算见不到陈景言，我们的项目比他的更扎实，单凭实力我们也能拿下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我就是怕有什么意外。你到底在顾虑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就是想到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不管你要做什么，记住了，任何事我必须在场，不准单独行动。我知道啦，都听你的，我们走吧。陈景言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见到你。等一下，你哪个组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领导，我是刚来的临时工，他们刚刚说领导办公室需要打扫一下。动作快点，别吵到陈总监。哦，呀得了，我肯定悄摸摸的。清洁时间提前了，王婶也没给我报备啊。哦，我是新来的临时工，就帮你扫下地，不打扰你工作。保洁部的排班表我看了，根本没有临时工。你是谁？我确实不是临时工，但是你母亲的心脏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，她现在随时可能发病，非常危险。处心积虑混进来，还要编造这种危言耸听的话啊！说，你的目的到底是城东的项目，还是别有目的？景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姑娘是……阿姨，您最近是不是觉得胸口发闷发紧？我认识市中心医院心脏科的专家，咱们现在做个检查，就图个安心，你说行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今天早上胸口确实有点闷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做个检查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给您赔罪，行吗？哦，我妈的身体我会负责，现在请你离开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叫安保进来。陈总监，我知道您现在很怀疑我，但是医院有绿色通道，半个小时就能出初步结果，您就当是让阿姨免排队去做一次体检，行吗？景言，这姑娘也是一片好心，要不然我就去查一下，查完我心里也踏实。陈总监您放心，我带阿姨检查完我就走，不会耽误您后面的事儿。司总，您让我查的供应商名单我已经整理好了。知道了，放那儿吧。对了，我让你准备的定位程序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安装在阮小姐手机软件里了。只是阮小姐毕竟是您的妻子，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不是要监视她，我是怕她再遇到危险。备车，去第一人民医院。是。护士，麻烦挂一个心脏科急诊，这位阿姨需要立即检查。好，请跟我来。陈总监，我是思琛的妻子阮望舒，之前偶然听说你母亲有胸口不适的症状，担心是心脏的问题，所以就冒昧的带她来检查了。事出紧急，还请您见谅。这次多谢你了，不过我的母亲有固定的家庭医生，若下次再有情况的话，我会提前通知你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
病人需要住院观察3天，后续需要注意休息和饮食调理，问题不大。但如果再晚送来几天，心肌动脉受损严重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阮小姐，大恩不言谢，这张卡里有100万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收下吧。陈总监，我不要这个。我知道你对项目的招标要求很严格，不会搞特殊化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您能不能给思琛一个递项目书的机会，让他公平的参与竞争？项目竞标，我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情而破例。不过你放心，思琛的项目书我会亲自审核，只要方案符合要求，思琛就有参与竞标的机会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在哪儿呢？我给你发了3条消息，怎么没回我？啊，我在逛街呢，刚逛到一家服装店，看衣服出神了，没看到。怎么，你想我了？没什么，在家等你。行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先生对你倒是挺上心啊。走吧。扎小偷，我可是帮你拿到了公平竞标的机会，你准备怎么奖励我？奖励？你先回答我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到底在哪？我说过了，我在逛街。在医院逛街？阿琛，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我只是……我和陈景元真的只是聊项目书的事，我只是想帮你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资格，没有别的心思。谈项目需要靠这么近，需要瞒着我在医院待1整天。阮王叔，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？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我只是怕你像之前那样冲动，要是跟陈景元产生矛盾，这事更不好办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否则我就把你锁在只有我能看见的地方待着。哼，有些人啊，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。这种级别的项目，不是靠着耍小聪明就能拿下的。陈总监，这次的技术方案，我们的成本控制做到了行业最低。这次啊，应该选我们了吧？经过项目组的3轮审核，思琛集团的方案均优于其他竞标方，所以最终的项目由思琛集团负责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连供应商都没定呢，怎么可能做到项目的落地呢？陈总监，你是不是被骗了呀？司总，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。思琛集团的方案做的最优，就有资格拿下项目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散会。爸，陈总监，留步。司总，有事吗？我想问问，上次你和望舒见面是因为项目合作，还是另有所图呢？我只不过想着帮衬一下晚辈，我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过度靠近她。你看看我，40多岁了，比你大了整整20岁，在我眼里呀，你们就如同自家的晚辈一样，疼惜还来不及，又会有什么坏心思呢？抱歉，
是我多虑了，一时冲动，多有冒犯。年轻人在意另一半是好事儿，但别让猜疑蒙蔽了双眼。爸，你咳嗽还没好啊？要不去看医生啊？我这个心脏真是越来越差。明月湾的项目你跟了3个月，最后让思琛截了胡。爸，明月湾的项目是思琛用不正当的手段讨好陈谨言才拿下来的。他会去讨好陈谨言，你就不会吗？我看你每天只会花天酒地。九龙商城那个烂摊子，你再收拾不好，不管思琛以后跟谁结婚，思家的继承人都是他。如果你还想要继承人这个位置，就拿出点真本事来。如果还是这样混日子，思家的产业你想都别想。是，爸，我知道了。给你3天时间，拿出整改方案，再搞砸了，别回来见我。滚！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思琛给我弄死。思琛呀，思琛，你可别怪我呀！谁让你挡了我的路？哼，只有你死了，思家的一切才是我的。你别生气了，我真的只是不想让你担心。我没生气。你就是生气了，你生气就是这样的。思琛，我们说好了要坦诚相对，你心里不舒服你就不能告诉我吗？我告诉你，管用吗？我哪儿不听了？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瞒着我，偷偷跑去见陈谨言，这就是你承诺的坦诚。我都说了，我只是为了项目，你为什么要就着这点不放了？阮望舒，你是不是忘记了答应过我什么了？你答应我之后，不管去见谁，去干什么，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可你呢？把我说过的话当耳旁风。那我只是想帮你分担，这也有错吗？阿琛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别睡，阿琛，你别睡，你醒醒，我马上打120。阿琛，阿琛，快，病人需要急救，快！患者头部有钝器撞击伤，现在生命体征还不稳定，得赶紧进行手术。上一世你就是因为车祸没撑过去，我这一世拼了命想护着你，为什么命运还是不肯放过你？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，手术室的备用电源没有自动开启，快找人去地下室手动开关。里面的病人正在关键止血，再耽误下去会引发颅内大出血的。地下室在哪儿？备用电源具体位置在哪儿？从安全通道下去，负1楼左转的第3个房间，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应急启动阀。哎，但是你一个人，住手！哼，我记得你和思琛在一辆车上呢，居然还活着！我这就送你下地狱去见他！救命！杀人了！住手！我去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麻烦您去帮我拉一下备用电源，我先生现在很危险。42床的那个病人现在用药阶段，肺饮食要注意一下。弄这么大东那西，我接下来赶紧跑，继续别牵连给他打抗生素。对，继续给他用。快拦住他！你们是谁？他们是我的保镖，我早就派人在医院外围守着，
就怕有人搞鬼。现在你跑不了了，快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司明宇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他说只要弄死思琛，就给我50万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可不认识你，你别想乱咬人。就是他拉店长害人的。他是主谋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。他可以作证。想想你女儿。我瞎说的，昨天就是起了点贪心，所以才骗人的。也是，你确认指认的是那个人？你刚刚明明不是这么说的。看起来没什么大事儿，那你们自己解决吧。走。说。我在。你醒了，小心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抓住害我们的凶手了。进来。就是他，开车撞我们，还想断电闸害死你。说，是不是司明宇指使你的？我就是拿钱办事的，我真不认识老板，我连老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就收到过一笔匿名转账。那你为什么亲口承认了，又突然改口？是不是他威胁你了？昨天是我糊涂，就想拉个人垫背，所以才编了瞎话，跟司总没有任何关系。大巴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实话，我或许能让你少判几年，否则我有很多办法让你开口。我不怕，大不了坐牢嘛。我查过你资料，你家在城郊，你有一个女儿，是吧？叫丫丫，今年才刚上1年级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的事？你别碰她！我没兴趣碰她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你这样撑下去，到头来自己进去坐牢，谁给她交学费，谁给她过生日？她被欺负了，谁来保护她呀？我不能说呀，我要是说了，司明宇会杀了她的。我们可以保护你女儿，只要你说出实情，我们立刻可以派人把她送去安全的地方，并且负责她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你是希望你的女儿有一个可以判出狱的父亲，还是让她一直都生活在不安之中？不行，我不能说，你们别逼我了。你到底说不说？我不说。好。别碰它，那是我东西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放大，看一下收款户。是。别白费力气了。司明宇做事向来谨慎，他用空壳公司转账，还把转账信息那些关键信息全抹除了。就算我现在指认他，没有实打实的证据，警方也定不了他的罪。证据我会找，不管你帮不帮我指认，我都会找人保护好你女儿。你说到做到，
我会指证司明宇。你最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，敢有半句隐瞒，你知道后果。走。手怎么这么凉？是不是输液又冻着了？我去给你暖暖手吧。怕不怕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总怕不知道哪次就把你牵连上了。傻瓜，你已经保护过我很多次了，我又不是菟丝花，不需要一直待在你身后。但我也不想总让你冒险，我宁愿自己扛着，也不想看到你受伤。那我们就一起扛。我刚刚看到那个编号和之前查张默公司他们流水，他们转账的最后都会加上2个字母的标识，刚好能对得上。他们公司确实每笔转账都有专属的编号，这个编号得赶紧让助理去核实一下，省得让司明宇销毁了。你放心，我不走，我让助理去查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只想待在这陪你。阮王叔，你带着人闯进我的办公室里面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呀！司明宇，你花50万买凶杀人的事情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就凭这些啊？张默自己转钱给我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是你逼着他伪造这些证据，栽赃给我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你现在涉嫌教唆他人故意伤害，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我没有，你们别胡说八道！你干什么？不是，放开我！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快放开我儿子！哎呀，景晨，你快给警察说说，让他们放人！哼，都是你养的心狠手辣的东西，还好意思求我？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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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能抓他，要抓就抓我！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是我怕思琛挡了明宇的路，才想要除掉他，不关我儿子的事儿。那你们都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吧，带走！放开我！你们快放了我妈妈和哥哥！爸，我求你了，快救救妈妈和哥哥吧！哎，他们做的事桩桩件件都有证据，是他们亲手毁了自己，没人能救得了他们。爸，你真的不打算救我吗？景晨，明宇可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你真的打算见死不救吗？你们犯了错，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哥！思琛，这段时间看你在项目上的表现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，足以证明你可以担当重任。从今天起，你正式接管司氏集团的核心业务。我年龄大了，以后公司的事情应该交给你们年轻人。如果你愿意接管，你和望舒的事我不再干涉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我可以先试试。各位，感谢各位莅临。今夜我将正式向诸位介绍我的儿子思琛。他不仅是我的骨血，也将是司氏集团未来的核心管理者。这里有我呢，累了就去休息室休息一会儿，等结束我再去找你。我不累。听话。阮望舒，你现在是不是得意疯了？我妈和我哥被抓走了，
整个司家都是你和思琛的囊中之物，你们终于如愿了。思瑶，自己做了错事就要承认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做什么？如果不是你步步紧逼，我妈和我哥怎么会去坐牢？阮望舒，你就是个灾星，是你毁了我家。自己做了事不反思自己，反而去找别人的问题。你们思家人还真是好笑。爸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为了他打我？打你是让你清醒一点，出了问题不知道反省，反而在这里撒泼闹事，简直丢尽了我思家的脸。我丢脸？司警察，你还是不是我父亲？我妈和我哥被警察抓走了，你不管不顾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，只有思琛才配当你的儿子？我们都是你可以随手丢弃的垃圾，是吗？还顶嘴！我，哼！哎，望舒，让你受惊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我来做主，把他许配给西区的王总。虽然年纪大了点儿，但家底丰厚，正好磨磨他的性子。他都60多了，我不要嫁给他，爸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哼！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我会派人去安排。今后不会再让你受这个委屈了。我看也没这个必要吧。阮望舒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给我等着！哼！思瑶，你放开我！放开你！阮望舒，你害了我全家，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，我思瑶2个字倒着写！你就给我好好在里面待着吧。思瑶，思瑶，你放我出去！居然没信号！怎么还是没信号？思家怎么会有这么诡异一间地下室？难道是搞医学研究的？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怎么全是心脏移植配型检测报告？都失败了。思家有谁需要心脏移植？先生，您的心脏功能近期持续的恶化，上周的检查报告显示，您可能撑不过3个月了。心脏呢？还没找到？还没有。我给你提供了这么多心脏，都没有一个能配型的。我们已经筛查了上百份的心脏源，从捐献者到特殊渠道的获取，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匹配，根本没有。您的血型太过特殊，而且您的免疫体
又极其的敏感，始终没能找到超过80%适配度以上的。这个戴面具的是私家的谁啊？您看，真是废物！我给你提供这么多资源，你就给我看这些失败的结果。我这边已经扩大了搜索的范围，下周就会有新的配型报告过来，说不定你就……说不定，等不到你的说不定。给我记住，如果找不到适配的心脏，你知道后果。是，我会抓紧找的，会抓紧的。特殊渠道获取的心脏，什么是特殊渠道？真是白找了那么多小孩做配型，3个多月，20多个孩子，竟然一个没有能达到配型的标准。特殊渠道竟然是绑架孩子做活体配型，他们简直丧心病狂。我再给你1周时间。先生，这时间太紧了，我真的找不到。我等不到了。我的心脏撑不过下个月了，再找不到合适的供体，所有的计划都白费了。可是，办箱和配型也需要详细的筛查，还有排除排异的风险，1周之内根本做不出这些检测，真的找不到。找不到也得找。如果找不到，我就挖出你的心脏，去给那些没用的孩子做陪葬。如果不想死，我还有一个备用方案。我拿了思琛的样本做配型，他的心脏正好能配上。这不行啊！思琛现在是公众人物，动他的话风险很大。风险？只要能让我活下去，再大的风险又算得了什么？可是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赏。可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。机会？我养了你这么久，不是想听你跟我说没有机会的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把思琛引到私人医院，剩下的不用你操心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会按照您说的把他引过去，会的。这份报告有人动过？不可能！这间地下室只有这一个入口，而且门口还有监控，只有咱们2个，没有人能进来的。就算有人能进来，也会被咱们撞见。要是有人来了没走呢？先生，您想多了，那就是个废弃的桌子，根本藏不了人。走，先出去。你是怎么找到这的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却把私家老宅都翻了一遍。这个通道居然可以直接通到这儿？私家老宅建成了几十年，从未听说过这些暗线。特意建设这些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刚刚听他们说，他们一直在绑架一些人做心脏移植手术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器官买卖，或者是说有个人需要心脏，他们一直在绑架一些无辜的人做配型？哦，对了。他们还说偷偷用你的心脏做了配型，刚好能配上。你说这些暗道不会就是为了抓你吧？先别慌，我会派人彻查这里。现在我们先离开。本来想等先生下令了再动手，没想到在这儿撞上了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非法绑架孩子还不够，还要处理我们。等这些事情曝光了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曝光？等你们成了地下室的新标本，我看谁还能曝光。先解决掉这个臭女人！谁解决谁还不一定呢。
搞定。自己把自己绑起来，我的人会来处理你们。在这之前，你们要是敢动，知道后果。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哎，我真没事儿，不用抱。我就是想抱。说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？为什么他能在私家老宅建造秘密基地？我劝你们趁早把我放了，我背后那个人势力很大，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他这么厉害，那他是谁啊？嘴倒是还挺硬。你知不知道，建造秘密空间，帮助藏匿被绑的孩子，这每一条都是重罪。等到警方介入，够你在里面蹲10几年的。那你的后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了。我只是拿钱帮忙而已，又没有真的参加绑架，我罪不至死吧？确实罪不至死，但是吃牢饭总是免不了的。你如果想减轻罪行的话，就赶紧告诉我们戴面具的人是谁。我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，我每次见他，他都戴了一个黑色的面具，而且他说话用了变音器。我只知道他势力很大，在私家他说了算。私家有能力做到这些事的，就只有司景琛了。那你犯那些事留下的证据在哪？那些被绑架的孩子又在哪？证据在私家私人医院，我办公室抽屉的盒子里，孩子们关在办公室隔壁的隐秘隔间，有人专门看守。我们去私家的私人医院吧，找到那些证据，然后把孩子救出来，顺便再把那司景琛送进监狱。好。那我们要是走了，他谁看着？要是他跑了，回去通风报信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看好了。要是他跑了，你们知道后果。是。可是司景琛势力这么大，我们斗不过他怎么办？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你想赢，我就帮你赢。怎么还有守卫？上次来的时候那个医生没说啊。司景琛的人。哎，护士姐姐，怎么了？我陪我老公来复诊，找504的王医生，可是保镖拦着不让进，说王医生今天请假了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是，王医生今天临时有点事情。现在嘛，里面是司总专门请的李医生，那2个保镖也是司总的人，说是怕有人打扰李医生办公。哎呀，他们管得可严了，没有预约的话，根本就不让靠近的。谢谢。我有办法了，硬闯肯定不行，那我们就装作李医生的患者，以看病的身份混进去。哎呀！站住！504室是特殊诊室，有预约吗？有预约，昨天跟李医生约好的，今天来检查小腹的问题。那实在是受不了了。预约记录。快点啊！进去吧。没事。你的身体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宝宝的小肚子好痛。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除了肚子痛，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？宝宝突然头也好痛，李医生，你给我把把脉，看看宝宝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把脉？我不是中医，不会把脉。哎，你怎么连把脉都不会？你是不是庸医呀？你要是治不好我宝宝，我可饶不了你哦。我会尽力的。宝宝突然想喝老公亲手打的水。好，我这就去帮你打水。
李医生，你看宝宝老公做什么？你不要爱上他啊！我只是想告诉他水杯在哪儿。哼，我看你就是故意要跟我老公宝宝讲话。我警告你，你可千万不要有非分之想啊！我这边有检查脑 CT 的仪器，要不先给你检查检查小脑吧。宝宝是来检查小肚子的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宝宝检查脑子？你该不会是在偷偷骂宝宝吧？老公你好没有呀？宝宝现在就想喝水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水来了。宝宝要老公亲手喂。好，你跟我去里面的隔间做个初步检查吧，查完了就能知道大概情况了。宝宝从小就害怕医院的隔间，我不要一个人去，我要老公陪宝宝去。行，让你老公陪你一起去。那你要轻一点哦，宝宝怕疼。常规触诊，不疼。可是宝宝害怕。哦，那不疼，我轻轻就不疼了啊，好不好？我先去拿检查仪器。你们在这儿等会儿，不要乱碰里面的东西啊。上次那个医生说，那密室就在办公室的隔间里，这个隔间隔壁好像就是办公室。可以开始了。宝宝突然不难受了，宝宝不想检查了，走。这些账户的编号是司锦辰私人账户名下的子账户。表面上捧我当继承人，背地里早就把我当成了他心脏的备用供体，就连账户都藏得这么深。这些单据上的时间和那个医生说孩子被绑架去配型的时间完全吻合。这些单据可以说明司锦辰不仅是幕后主使。为了防止司锦辰狗急跳墙，我们得尽快把孩子们救出来。等把孩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之后，就把这些证据移交警方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，我们是来救你们出去的。你们真的能送我们回去找爸爸妈妈吗？当然了，那些抓你们的坏人，我们都已经掌握证据了。今天就是来救你们出去的，警察叔叔还在外面等我们呢。快走。姐姐，坏人会不会追上来？不会的，我们从后门走。快走。思琛，想带着证据和孩子走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非法绑架孩子做配型，拿我的心脏做背体，就连继承人都是你演的戏。司锦辰，你除了算计和自私，还是什么？算计？我若不算计，你又怎么能自投罗网？你以为你查证据、救孩子，你走得很顺利？那是我故意放你走，目的就是把你引到这里，来个一次性了断。你让孩子们先走，让保镖去报警。不行，要走也要一起走。听话，相信我，不会有事的。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看他被抓。思琛，你放走了我的心脏，今天必须把你的心脏留下来。
站住！警察同志，那边我爱人还在那边，还有10几个黑衣人保镖，他一个人可能会有危险，快去！思琛，我给你私家继承人的位置，你为什么反抗我？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我的心脏。好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再隐瞒你。明宇那个蠢货，他以为我是真心帮他争名夺利，哼哼，其实我是想利用他拿到你的心脏而已。可是你不听话呀，你不给我呀，你为什么不给我？你不配！我不配，我是思家的掌权人，我就应该活着。你为了活着，用无辜的孩子做配型，把司明宇当枪使，司景琛，你活该现在得这种病，你活该痛苦的死去。我活不了了，我就拉着你一起死。我早在这个地下停车场埋满了炸药，只要我轻轻一按，我们就一起丧生火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没事吧？我刚听说里面爆炸了，我以为你出事了，吓死我了。我这不好好的吗？都说了要相信我了。司锦婵因非法绑架儿童、故意伤害多项罪名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司明宇、司夫人因参与教唆杀人、协助犯罪，分别被判处10年、7年有期徒刑。阮相竹此前故意杀人案证据链完整，维持死刑判决。所有曾困扰我们的阴霾，终于彻底散去。我们救的孩子们又写信来了，一起看吧。好啊。以前我总觉得要跟好多人斗，要防好多人，现在觉得晒晒太阳，看看孩子们的信，过过安稳生活，好像也不错。以后会更好的。有你才更好。